外室说要什么？说要把那外室以平妻身份入府，并且还要把那外室之女认为嫡女。老爷，我害怕。快看，正主出来了，这下肯定要打起来了。那外室孩子都带回来了，沈夫人出身名门，哪受得了这委屈？我和老爷年少情深，他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这孩子就记在我名下，当做嫡女吧。夫人，你竟如此大度！娘，您不能进去，爹刚才说了，他要我当庶女。你享了这么多年福，也该让给你妹妹。沈夫人真是大度啊！梦儿，你就是功利性太强，不争不抢才是生存之道。夫人，既然你认了喜儿，还有一件事，小冉出身不高，跟了我这些年也受了不少委屈，我打算让她以平妻的身份，用8抬大轿入府，给足她和孩子体面。平妻还要8抬大轿，这不是存心膈应正房吗？看沈夫人接不接这招吧，这可关乎尊严啊！都听老爷的。这位女子进门的聘礼，就从我的嫁妆里出吧。好，夫人真的神人也，得妻如此，夫复何求啊！沈夫人不愧是侯府正妻，与外室平起平坐都能这么体面，那可不。沈夫人出身清流世家，才不在乎那点身份地位。外室就是外室，眼皮子浅，哪能跟正室夫人的气度比？老爷，梦儿就是被宠坏了，别管她，让她自己想清楚。我们这就进府吧。莲儿，我们这就进府。是，为什么我的母亲要这样对我？娘，他们都骂你是狐狸精，这么难听，你还要嫁给侯爷吗？嫁？为什么不嫁？傻孩子，没脑子的人才会在乎名声，聪明人都只关注到手的好处。更何况嫁进侯府，你就是侯府嫡女，以后身份可都不一样了。也是，还是娘聪明，不像沈梦她娘装什么清高。心好痛，原本属于我的嫡女之位，就因为我娘的人淡如菊，现在全被别人抢走了。梦儿，人生在世，身份是最不值钱的东西。早晚有天你会明白，嫡庶之分不过是世人的枷锁，真正重要的是自己的气节。没有气节的人，即便得到了身份，也成不了火候。从今天起，这府里的大小进项、采买开支全得经我的手，谁也不准越过去。娘，这有了身份就是不一样，那些下人奴才，现在哪个敢不听咱们的？去，把沈梦那些东西都给搬到西边那个院子去。你要把这些看作对你的考验。古语有云：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这个道理，你难道不懂吗？你也知道是陋室，江离让我搬到这里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拦着？我为何要帮你拦着？这里的环境最能磨练的性子。是我平日里对你太过骄纵，才把你养成了这般不知足的样子。你且等着，看他们以后怎么搓磨你！虚伪！这孩子怎么不懂为娘的苦心呢？我这是为了他好啊！我才不会为了那虚无缥缈的名声，做出违背内心的事，永远不会。姐姐，怎么不坐马车？是你娘不给你派马车吗？还是你娘已经没权利管这些了？关你什么事？你个外室生下来的孩子，哪来的资格在这对沈姑娘指手画脚？就是，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你娘一个贱籍能当上侯府平妻，还不是仗着沈姑娘她娘大度？看来我娘说的也许是对的，即便没了嫡女的身份，只要守住气彩，公道自在人心。既然大家都在，那正好，初次拜见，我特意带来一些礼物，希望大家不要见怪。哇，这是云锦吧？之前我爹爹得了一批，我看到过，我求了爹爹好久，他都不松口给我，足见云锦有多么珍惜。我知道大家对我有偏见，我也不求各位马上接纳我，只希望大家能接受我的一点心意。这些料子都是府里分配给嫡女的，我一个人也用不完，不如就分给大家好了。姨，你真是大方，连这种料子都能拿出来当礼物送人。刚刚是我们不对，我们不该骂你。是啊，江姑娘以后要是受欺负了，只管找我们，我们为你撑腰。侯府嫡女就是大气，江南的贡品都能送给我们。
那也得看是谁当上了这嫡女啊。礼物，当初我还是嫡女的时候，我娘每个月都会把原本分配给我的布料全部收走。梦儿，人的气质不是靠锦绣衣裳衬托的。那些，我连身上这件衣服都是自己织布缝的，哪来的云锦送人？大家别这么说，每个人心思都不同。我素来是个操心的命，总想着帮扶大家。姐姐可能想着照顾好自己就够了吧？这么想来也是。上次先生得罪了京中权贵，被抓到衙役受刑，咱们秦院的同胞都去求情了，就沈梦没去。明明你那时候还是侯府嫡女，只要你说句话就能把先生救出来，你竟然见死不救，连面都不肯露。好啊，沈梦，之前听外面传你爹宠妾灭妻，我们还同情你，现在看来真是白同情了，你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小人。依我看，说不定当初是你娘棒打鸳鸯，才让姨姨他们被迫当了这么多年外室，你们母女才是鸠占鹊巢。那是我去了，我真的去了。可我说的话根本没用，衙役根本不理会我。骗谁啊？你当初可是侯府唯一的嫡女，侯府嫡女的话，衙役敢不听？你当大家都是傻子吗？我看啊，根本不是衙役不听，是你和你娘占了雨姨和她母亲的位置，心里虚透了吧？没错，你们母女就是心虚，所以才不敢用侯府的名号去救人。你们母女真行啊，鸠占鹊巢这么多年，居然还装得跟受害者一样。我就知道，我娘那套不争不抢的话根本就是错的。名声、权势，这些她不在乎的东西，才是能活命的刀子。姐姐，你别往心里去，大家只是不了解你，不是故意要怪你。各位姐姐公子，求你们别这样说我姐姐。姐姐性子安静，不是不愿帮忙，是她心里有难处。我知道你们都是为先生抱不平，可真的不能怪姐姐。我没有不去。那天我去了衙门口，跪了半个时辰，求他们放了先生。侯府嫡女的名头在那时候根本没用，我爹不管，我娘不管，我一个人说了不算。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反抗。从前我听娘的话，不争不抢，忍气吞声，可换来的只有践踏。今天我不想再退，不想再装懂事，不想再任人抹黑，我要把真相说出来，哪怕没人信，我也要说。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侯府嫡女一句话的事儿，你说你救不了，谁信啊？就是，谁不知道你娘把嫡女之位让给姨妹妹，你心里不服气，故意拿先生撒气吧？我看你就是冷血无情，自己荣华享惯了，旁人死活跟你没关系。说不定你是记恨先生平时对你严格，故意不救，报复先生。一句句恶意揣测砸过来，比鞭子还疼。我明明说的是真话，可在他们眼里全是借口。大家别这么说姐姐了，她真的不是故意的。沈梦，你别在这里狡辩了，你和你娘一样，表面清高，骨子里自私自利。要不是你娘装大度，江姑娘也不会在外头受那么多年苦。你现在落得这般下场，都是活该。原来真相不重要，立场不重要，他们只愿意相信自己想听的。我越是解释，越是反抗，他们越觉得我在掩饰。你们笑我自私，骂我凉薄，指责我见死不救。可你们从头到尾何曾睁眼看过真相？何曾信过我一句？你们都是眼盲心瞎的人。别人不过是拿几匹宫里的云锦，几句甜软老话就把我的团团转，让你们心甘情愿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你们看不见我被赶进漏雨发霉的破院，看不见我衣衫破烂，身无分文，看不见我连一句求情的话都人微言轻，无人肯听。你们只看得见眼前的二的谎言，分得清谁给你们甜头，却分不出谁在受委屈，谁在被构陷。你们以为江莹大方得体、温柔善良，不过是因为她拿本属于我的东西来收买人心。你们觉得我冷漠自私、不近人情，不过是因为我一无所有，拿不出半分东西讨好你们，更不屑于用虚伪换你们一句好话。你们所谓的公道，不过是利益堆出来的偏见；你们口中的善恶，不过是被人牵着走的盲从。你们根本不在乎真相是什么，不在乎我经历了什么，只愿意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只愿意站在能给你们好处的那一边。好话谁不会说？倒是拿出证据来啊！就是，可我现在才懂，连自己都护不住的清高是愚蠢，连真相都不敢说的隐耻是懦弱，连公道都讨不回来的退让，只会被人踩进泥里。为这么眼瞎话，便心安理得的帮着恶人去欺负那个一无所有却始终清白的人。从今天起，我沈梦不再做任人拿捏的软柿子，谁抹黑我，我就拆穿谁；谁抢我的东西，我就亲手夺回来。你们信也好，不信也罢，今日我说的每一句都是真话。总有一天你们会知道，谁才是真正干净的，谁才是一直装模作样的。姐姐，你真的误会我了，我没有想抢走你的东西，我只是想赶快融入大家。沈梦，你随我来一趟。不知夫子为何一脸怒气？哎，不管了，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夫子，你找学生有什么事吗？你告诉我，宫宴那天你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会有人上表弹劾我教学不力？你说，之前在秦院练习的时候，你不是弹得好好的吗？怎么偏偏到了宫宴这种节骨眼上出岔子？什么？你平时的水准我还不清楚吗？在宫宴上能弹成那样，你根本就是故意的！你是想让全京城的人都看老夫的笑话，还是想毁了老夫这辈子的名声？就是啊，沈姑娘评书最有分寸，怎么偏偏在贵人们面前弹得那样难听，害得先生被御史弹劾？说话，到底为什么？够了，终于够了，明儿一早就能去换2根新的上等琴弦。这些俗物留着也是玷污你的名声，我替你拿去换了这盆寒梅。那是我攒了半个月的买弦钱，宫宴就在后天了。娘，我的琴弦已经断了。琴弦难得，绿梅更难得。梦儿，宫宴上的一点虚无名声，怎敌得过这傲雪寒梅气节？你毁了我的命！你太浮躁了，气节已失，留着这些钱也只会让你变得庸俗。你看看你那把破琴，断了弦居然用劣质的麻绳续接，宫宴之上那是何等雅事，你竟然拿着那种垃圾上去弹奏，你不是故意破坏是什么？宫宴那天我说不出口，我可是永宁侯府的女儿，大齐的高门贵女，居然连2根琴弦都买不起，说出来全京城都会知道沈家的嫡女活得连狗都不如。哑巴了，还是没词编了？沈梦，老夫自问待你不薄，我对你真是太失望了。哎呀，先生，快让他出去吧！这满屋子怎么一股子欧烂的酸臭味？是啊，沈梦，你是不是从哪个阴沟里爬出来的？当初那个自诩清高的劲儿哪儿去了？现在闻着比那街边的乞丐还难闻。不行，我得想想办法，长久下去，我这手非得毁了不可。看来只有孤注一掷了。只要有钱买药，只要能活下去。让开！快让开！哪里来的安杂破财，连贵人的马车也敢冲撞！这姑娘怕是不要命了，敢挡这家的道。嘘，少管闲事。你看那车上的纹路，是咱惹得起的吗？处理干净，别让这股子寒酸味透进来，坏了本座的兴致。是爷，呸！不长眼的东西！贵人大度不跟你计较，赏你这辈子都没见过的银钱，滚到一边偷着乐去吧！云雀纹，这鞭子，我迟早原样还回去。我沈梦只要能活下去，什么都不在乎，什么好名声，在性命面前都不值一提。大夫，没事，你最近可是穿了潮湿的衣物，没有及时更换，所以生了疹子。我这儿有上好的药膏，你擦几日就消下去。倒是你这脚看起来更严重些。大夫，那我要一瓶最便宜的伤药吧。江小姐，快看，这可是深海瘸驼珠子，成色极好呢，真漂亮。娘，这些真的都给我吗？回来了，正好，这些都是些俗物，沾了手只会乱了心血。这些不是我屋子里的吗？反正你也不许想要，那便给他吧。姐姐，你平日里最嫌这些黄白之物的，如今怎么这副眼神？没得失了你的气节。梦儿，娘这是为你好。娘不把那些俗物给你，是不希望你被金钱玷污了灵魂。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为娘的苦心。你看江西被这些俗物迷了眼，长成那般功利的模样。我沈家的女儿可以清贫，但绝对不能庸俗。奶奶，你看这满地的珠翠黄金，都是你爹刚让人送来的，
这些做你未来的嫁妆够不够？当然不够，娘，我可是侯府最尊贵的嫡女。出嫁那天，我可是要十里红妆，风风光光的。我要让全京城的人都看看，谁才是这世上最有福气的人。梦儿，你听到了吗？江姨已经被这些俗物彻底迷了眼，她眼里只有金银，却丢了一点世家嫡女该有的体面。你且看着，这种徒有其表的人，注定不能长久。气节不在，再多的黄金也是自掘坟墓。梦儿，你身上还有钱吗？我看这绿梅开得寂寞，孤零零的没个知音，我想再添一盆兰花陪她。你是最懂雅趣的，定不会让为娘失望。这就是我的母亲，为了那虚无的名声，不断索取我的一切，看不到我的痛苦与绝望。梦儿，你何必把这几两碎银攥得这么紧？这满身的寒湍味，只有兰花的幽香才能洗去。买了兰花，我就没钱治病了。治病？你小小年纪，不过是住得偏远了些，哪来那么多病？不过是想以此为借口，舍不得这些俗银罢了。我在装病？那您觉得当初放任我爹抬江阴为平妻，亲手把我送进这烂泥地里是大度吗？你看看，这就是你要磨练我的结果。你身上这到底是什么脏东西？这就是您要的气节，这就是您给我的磨练。您现在还觉得我是活蹦乱跳没病的样子吗？你这私下里去干了什么下贱活计，竟把自己折腾成这副鬼样子？干什么？我的脚是因为没钱买药，我故意走在闹市，让贵人的马车生生碾过我的脚。这一块碎银就是我用这只废脚跪在地上被车夫抽了一鞭子换回来的买药钱。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你这是碰瓷，这是招摇撞骗！你让外面的人怎么说我？堂堂居然为了点臭银子去骗人！我的名声、沈家的门第全被你丢尽了。名声、门楣，原来在您心里，我这条命是不是还不如一张贴在脸上的金箔值钱？公道自在人心，我不与那等俗人争长短。好一个公道自在人心！走，我带你去看看这人心里的公道到底是怎么说你的。去就去，谁怕谁？下去。听好了，这就是您求了一辈子的亲昵。夫人假清高，作孽！哎呦，你们说那侯府的正头娘子是不是脑子不好使？谁说不是呢？自己男人在外面养了个青楼出身的贱货，他倒好，敲锣打鼓接进府，何止啊！听说那正头娘子为了显摆大度，竟然连自己的嫁妆都拿出来给人家充场面，让个外室跟他平起平坐，这哪是主母，这分明是活王八蛋了朵金菊花，自个儿还觉得挺美呢。怎么会？不应该是德高望重、人人称颂吗？民间的风评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风评变了，娘，您以为您关起门来抱着那些枯枝待叶，外面的人就会按您的心愿去想？不可能，这不可能！你们刚刚说的话是什么意思？给我说清楚，到底是谁让你们这么说的？哎呦，你这疯子从哪儿钻出来的？想听新鲜事儿直说啊，扯什么脖子？你方才说侯府的正头娘子脑子不好使，你再说一遍。哟，这还有个不信邪的，这事情里早就传遍了，谁不知道那永宁侯府出了个天大的笑话？侯爷在外头养了怡红院女子，那沈夫人不但不恼，还眼巴巴的把人迎进府，甚至亲口认了那外室女当嫡女。这种事儿，也就是那沈夫人能干得出来，简直丢尽了世家大族的脸面。你们懂什么？我可听说了内幕，那外室江莲和侯爷才是真心相爱的真爱。当初要不是这沈夫人死皮赖脸，靠着自己那点清流世家的家支去胁迫侯爷，非要棒打鸳鸯，这永宁侯夫人的位置哪轮得到他坐啊？胡说，全是胡说！我与老爷是……我就说这世家女子能有什么好东西？天天装得跟朵花似的，人前人后人淡如菊，听着就让人倒胃口。什么清高大度？依我看，其实是他自个儿心虚，当年抢了人家的位子，现在人家正主回来了，他连屁都不敢放一颗，才在那儿装模作样的不争不抢，根本就是不敢拦着。娘，您听到了吗？这就是您引以为傲的风骨。各位说的一点都没错，我就在那寝院里，天天跟他们抬头不见低头见。江一姑娘那是真叫端庄体面，出手更是大方。前几日刚得了江南的云锦，转手就送给我们当礼物。
可那沈梦呢？之前先生被冤枉抓进衙门受刑，咱们秦院的学生谁不心急？大家都去求情，偏偏他沈梦缩在后头，连个面都不敢露。哟，还有这等事儿，这心肠也太硬了。这就叫有其母必有其女。沈梦为人这么自私凉薄，她那个当娘的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装的再像朵清高菊花，骨子里还不知道烂成什么样了呢。娘，看够了吗？我们回府。这是我故意撞车，用脚年懒了换回来的买药钱。您不是说那盆绿梅寂寞，想买盆兰花陪她吗？拿去吧。梦儿，你这副鬼样子成何体统？哟，这不是咱们沈家最有骨气的嫡长女吗？怎么，你娘不是天天教你要淡泊名利，要有风骨吗？现在怎么把自己弄得跟个乞丐似的，跑到这儿来投奔你爹了？爹，只要你让我当嫡女，我可以认江莲为母亲。你疯了！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说，只要您让我做回嫡女，我可以认江莲为母亲。从今往后，在这侯府之中，我沈梦为她马首是瞻，绝无二心。哎呦，侯爷您听听，这丫头倒是识时务，变脸比翻书还快。您说的对，正因为我眼里只有利益，所以我才比江一更懂得审时度势。我知道谁才是现在这侯府里真正能给我好处的人，我也知道谁才是我该效忠的主子。梦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这侯府的富贵是挣来的，更是守出来的。江一从小跟着您在外头长大，没见过大场面，更不懂高门的规矩。他现在只会一味的要东西，却跟不出的受世家油漆的教育。我知道怎么打理一个世家该有的体面，更知道怎么避开那些掉脑袋的祸事。侯爷，您听听这丫头说的什么混账话！她这分明是在诅咒怡儿，更是瞧不起我们母女的出身。她认我当娘是假，想在这挑拨离间才是真啊！够了，梦儿，你妹妹好歹现在已经是记名嫡女了，身份尊贵，你身为长姐，说话要注意分寸，莫要因为嫉妒失了体统。爹，我不是在贬低妹妹，我是在救沈家，我是在说事实。事实？什么事实？你想想，江怡刚进府没几天，为了收买人心，就把江南新送来的那车云锦全分给了同窗。那云锦可是宫里赏下来的贡品，每年在内务局都是有定数的，那是赏给侯府嫡系祭祀入朝穿的体面。他现在这么大手大脚的把贡品散出去，等年底宫里问起来，这谕职之罪您怎么交代？云锦的事，你是不是早就知道？那可是内务府登记造册的贡品。侯爷，我当初只当那是府里的寻常料子，雨儿她也是想早点跟秦院的同僚打好关系，她刚进京，生怕被人瞧不起。哼，打好关系，拿赏下来的贡品去打好关系，他是长了几个脑袋够砍的？打好关系，那些云锦是留着年底宫里大祭时咱们沈家入朝随礼彰显皇恩用的，每一匹的色泽暗纹都有定数，到时候内务部来对账，要是拿不出来，您拿什么去填？您真当御史台那帮盯着沈家的狼会放过这个私分贡品藐视皇恩的大好机会吗？爹，我知道您疼妹妹，想把最好的都给她，可如今这已经不是疼爱，是悬在沈家头顶的一把钢刀。侯府的体面绝不能丢，沈家的前途更不能断送在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手中。我今日求您，绝不是要跟妹妹争什么宠爱，我只是心疼爹爹，想帮您分担这些您不便出面的烂摊子。只要您让我当回嫡女，名正言顺的接管后宅账目，我保证能在年底大祭之前，想尽办法把这些亏空补齐，把这件灭门的大祸消弭于无形。侯爷，您万万不可听这丫头胡说八道，她哪里是想帮你，她分明是眼红玉儿得了这点好处，才在这里编排罪名，想要夺回名分啊！沈梦，你当真很毒，为了往上爬，连自己的亲妹妹都要往死里踩吗？你先回去，这事牵扯甚广，名分更替不是小事，
容我再好好想想。到底是江怡更受宠，我都把刀子架在他脖子上了，他竟然还在犹豫。是，女儿告退。侯爷，您可千万别被那丫头骗了。她刚才那副样子你也瞧见了，哪像个名门闺秀？她跟她那个娘一样，表面上满嘴的仁义道德，骨子里全是见不得人的算计。她今天敢这么威胁您，明天指不定还要做出什么欺天的事儿来呢。江姨娘，她这话也太难听了。你难听？她说的一点都没错。算计，对，我就是在算计。可这侯府里不算计的人，只会被坑得骨头都不剩。要点什么？最便宜的治皮肤溃烂的药膏。这琴弦可粗得很，弹出来的声怕是像锯木头。你也买？出响就行。嘿，你们是没瞧见昨儿那场大戏？永宁侯府那位正头娘子就坐在这儿，跟疯了一样跟人吵架。我也听说了，她非说外面的传言全是假的，她是大家闺秀，是大肚主母。结果呢，被人当场认出了身份，那场面，老脸都丢尽了。堂堂侯府夫人，活成这副落魄疯癫的样子，真是可怜啊！可怜什么？那是他自个儿蠢。真要是聪明人，就该学学人家的外事，该争的争，该抢的就是。非要在这种吃人的侯府里装什么人淡如菊，装什么清高，到头来连个妓女都斗不过，什么都落不着，活该被笑话。名声，我娘总说名声是气节，重于泰山。可她忘了，在这京城里，名声这种东西，只要钱谁都能买。来，姐姐。哎呦，这是哪来的酸臭味？这不是咱们那位熬骨大小姐吗？姐姐，你可算回来了！瞧瞧你这满身的土，正好我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爹爹刚才亲口许了，下个月初6给我办吉吉礼，要在咱们侯府大摆筵席，请全京城的世家名门都来观礼呢。吉吉礼，按大齐侯府规矩，嫡女吉吉应入宗祠祭祖先，由正妻主礼。咱们侯爷说了，这次典礼不光要在前厅办，还得比往年任何一次都热闹。江姑娘现在才是侯府唯一的嫡女，这牌面自然得是京城独一份的。那恭喜你了，姐姐别急着走啊，我话还没说完呢。爹爹说了，你是府里的长姐，琴艺又是出了名的，总不能白占这个位子。爹爹说了，让你在我的吉吉礼上当众弹琴助兴。姐姐，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你以前不是最爱显摆你的琴艺吗？这回我可是求了爹爹好久，才让你有个在全京城贵人面前露一匹的机会呢。你放心，我知道你现在日子过得紧吧？我会求爹爹给你拨2匹料子做身心衣裳的，总不能让你在我的吉吉礼上穿得跟个叫花子似的，没得丢了我的脸。弹琴助兴，呵呵，他是把我当成了什么？是这侯府里的主子小姐，还是他花几两银子就能召之即来的乐伎？怎么，听姐姐这意思是不愿意？哼，你要是不愿意也就罢了，我这就去回了爹爹，让他去交坊司请几个像样的琴师回来。反正姐姐那惊天动地的琴艺，上次宫宴上满朝文武可都是领教过了，我可不敢保证吉吉礼那天那些世家贵女们听了会不会笑掉大牙。是啊，小姐，奴婢也听说了，大小姐上次弹的那曲子，连御史大夫都说是巨木之声。请大小姐弹琴，怕不是助兴，是诚心让咱们侯府被笑话一整年吧？我去。真的，妹妹的吉吉礼可是侯府的大事，全京城都在看着。我这个做姐姐的，即便是为了沈家的脸面，自然也得出一份力。哼，算你识相，我还以为你又要装你那劳什子的清高骨气呢。那就这么说定了，下月初6，你要是敢临时变卦或者弹得像上次那样难听，丢了我的脸，看爹爹怎么收拾你。吉逼礼，弹琴助兴，好啊。那我就在全京城权贵面前送你们母女一场真正的助兴大戏。列祖列宗在上，不孝子孙沈梦深夜惊扰，明日吉吉大礼，沈梦要做一件事。此举可能会让沈家百年颜面尽损，沦为京城笑柄。
但沈梦已被逼至死路，若再不争，这条命便要交代在那些蛇蝎妇人手中了。沈梦别无选择，若先祖在天有灵，请保佑沈梦明日一切顺利。江莲啊江莲，你以为这些脏东西早就烧成灰了吧？不枉我前些日子隐姓埋名，在那最安撒的城西小巷里花了足足10两银子，那是我所有的救命钱，才从一个穷困潦倒、曾经在衙门做过书吏的落魄书生手里买下的。那书生当年留了一手，本想等个机会捞一笔，没想到最后成全了我。10两银子买一个侯府平妻的死穴，太值了。乔姐妹，那是宫里贵人赏虾的头面，这永宁侯府对这位新嫡女可真是宠到了天上去啊！什么新嫡女，身份换得快罢了。不过今日这排场倒是把咱们全京城的脸面都请全了。哎，让让，没长眼吗？一会儿贵人们上马，别在那等着。哟，我当是谁呢？这侯府偏厅里怎么站着个洒澡丫鬟？小声点，这可是江姑娘的姐姐，穿的比咱们府里的1等丫鬟还素净。姐姐，你怎么还在这愣着？客人们都到齐了，就等着听你的绝妙琴音呢。快去准备吧，待会儿就该你上场了，千万别让大家等太久。但是啊，姐姐，你就穿这个吗？瞧我这记性，光顾着自己裁衣裳，倒把你给忘了。早知道就让府里的绣娘随便给你也做一身了，省得在这丢人现眼。算了，反正今天我是主角，待会儿你只要琴弹得好就行，只要不出岔子。妹妹放心，今人会盯着一个弄弹的极好。沈家大小姐到！这就是那个被贬为庶出的原嫡女，穿的连个丫鬟都不如。听说是沈夫人人淡如菊，自愿把位置让出来的。这女儿怕是也被教傻了。梦儿，你过来了，磨蹭什么？快去准备，待会儿好好谈，别在贵客面前丢了侯府的脸。梦儿，怎么还不动弹？可是被这大场面吓着了。爹，在弹琴之前，我有几句话想当众说清楚。沈梦，你也不看看今天是什么场合？今日是你妹妹的吉吉大喜，有什么话改天回屋再说。就几句，说完我就弹。侯爷，您就让他说吧。这侯府大小姐莫不是受了刺激就疯了？这么多人看着呢，若是拦着，倒显得咱们当长辈的心虚，容不下孩子似的。料你也说不出什么来。关于我和雨儿的一切，我早就销毁一切证据了。你说。在弹琴助兴之前，我想请在座的诸位大人、夫人先看一样东西。这是官府的卖身契，这是江陵当年在青楼时的卖身契副本，上面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他是贱籍出身，至今未脱。贱籍？侯府平妻竟然是个没脱籍的外公？你胡说，这绝对是假的！我的文书当年早就用侯爷亲手销毁了，你上哪弄来的假货来诬陷我？我怎么销毁了？江姨娘真是贵人多忘事，这世上只要做过的事，总会留下痕迹。既然你说文书没了，那我手里这份又是什么？这纸张虽然陈旧，但这官府的暗文印记确实做不得假，这是真的。沈梦，你疯了！你竟敢拿这种莫须有的东西来搅局，你是存心想毁了沈家是不是？我没疯，疯的是您。爹，您以平妻之礼大张旗鼓娶一个贱籍女子入府，还恬不知耻的让他的女儿霸占我沈家嫡女的身份，半及心理。您可知道这在大齐律法中到底是什么罪名？按照大齐律法，官员纳贱籍女子为妻，不仅是家族蒙羞，更是罔顾国法，轻则罢官夺爵，重则全家流放。怎么会这样啊？你胡说！什么？这个疯婆子，我是嫡女，我是爹亲口承认的侯府嫡女。你是吗？大齐律法森严，贱籍之女不入族谱，不续指序。一个贱籍女子生的孩子，在这侯府里连庶女都算不上，顶多算个私生子。
你一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子，在这张灯办吉礼，又有什么资格带着宫里赏给正室子嗣的转猪头面？你带着他，是在羞辱皇恩，还是在羞辱身家我们沈家的列宗？不应该是这样的，不！爹，您方才口口声声说我疯了，您看看您自己这些日子都做了什么？宠妾灭妻，以贱为贵，这一桩桩一件件，若是传到御史台那帮言官耳朵里，您觉得您今天还能安稳地坐在这儿吗？趁现在事情还没闹到宫里，趁着大门还没关上，您若是懂点大局，就该把这些不该进门的人处理，把堆发臭的烂摊子收拾干净。如此，说不定还能在圣上面前保住您最后一点侯府的体面。你个贱人，什么？你居然藏得这么深！你毁了我这辈子的指望，你毁了怡儿的前途，我要掐死你！我毁了你们，江莲，你抢我嫡位，夺我要钱，纵容女儿践踏我的时候，怎么不说是谁毁了谁？这侯府的苦我受够了，是你们先毁了我。现在我只是把原本就属于我的东西，连本带利的拿回来。我只是想让我和怡儿过得好一点，你们从小金尊玉贵，怎么会懂我们的痛苦？侯爷，你看看他呀，你说说话呀！但是那不是你伤害我的理由。若是每一个人都因此来作恶，岂不是天下大乱？什么？你毁了我的一切！我要杀了你！什么？你不是人！你这种连自己亲爹和名声都豁出去的疯子，你简直是个恶魔！你会有报应的！与其在这喊我是疯子，不如想想明天你们母女该去哪条大街上讨饭。够了，都闭嘴！来人，快送客！今日侯府有家事要理，诸位请便。快走，这哪是疾病里，这是要命的刑场。贱籍外室当平妻，永宁侯府这回彻底烂透了，快离这儿远点！去，封锁大门！谁敢把今天厅里的话传出去半个字，我就打断他的腿！快去！早知如此，当初就该听着逆女的话。封锁消息，爹，你也太小看这京城里那些想看侯府倒台的人了。你们的报应从现在起才刚刚开始。侯爷，我们该怎么办啊？侯爷，晚膳滚！没见侯爷正恼着吗？谁也不许进去。侯爷，您开开门啊！您听妾身解释，那文书一定是沈梦那贱人伪造的。侯爷，你开开门，救救我和怡儿啊！江姨娘，下大雨了，侯爷应该是不会出来见你了，要不你还是先回去吧。滚开！我知道你们都在看我的笑话。呸！简直是活该，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妄想抢人家的东西，真是不自量力。侯爷，妾身陪了您多少个日夜，您当真都忘了吗？江姨娘真是自作孽呀！哎，侯爷也真是狠心啊！别说了，主人家的事儿我们不好多议论。侯爷，求你出来见见我！妾身不求荣华，不求恩宠，只求您念及一丝旧情，求您保全我，保全怡儿，求您发发慈悲，放过我们母女二人吧！侯爷，妾身出身卑微，家世浅薄，从不敢奢求独占侯爷恩宠。可我对侯爷的一片心意，从来都是真挚纯粹，从未有过半分虚假。我知晓自己微不足道，知晓我比不上府中贵人。若是侯爷厌弃我，若是留我碍眼，您大可将我打发去偏院，打发去庄子，哪怕贬为粗使下人，我全都心甘情愿，绝无半句怨言。只求您不要迁怒怡儿。孩子尚且年幼，懵懂无知，他什么都不懂，求您仁慈一点，留他一条性命，好好善待他。侯爷，江莲虽然坏，但她有一片慈心。可我的母亲，妾身身份卑微，可对侯爷的心是真的呀。只要能救怡儿，你把妾身打发了也行，侯爷。原来无论我怎么求，都是无用的。望我自诩聪明，竟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你的身上，都是靠不住的。这世道终究还是得靠自己。听说了吗？永宁侯府那位竟然把怡红院的卖身契供在了吉吉礼上。早传遍了，那江陵就是个没脱仪的身份，竟然还想当平妻。沈夫人也是心大，真是什么都敢往家里揽。世家门楣都被这外官给玷污了，永宁侯这回怕是要玩完了。永宁侯沈某宠妾灭妻，以贱籍娼妓抬高为平妻，败坏朝堂礼法，玷污世家门脉，臣等联名弹劾，请皇上圣裁。
姑娘，宫里的消息，御史台那帮老大人天不亮就递了折子，字字要命啊！报应到得比我想象中快。永宁侯啊，永宁侯，你可真是给朕出了个大难题！皇上息怒，沈家祖上到底是为了大齐肃守边关，满门忠烈。沈老侯爷在世时，那也是战功赫赫。但律法严明，不可姑息。传朕旨意，永宁侯沈某治家不严，亵渎礼法，着即罚没3年俸禄，官职连降1级。至于那贱籍女子，既是不入流的，便滚回她该待的地方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朝廷封爵赐禄，是怪表有功，约束臣行。永宁侯累承国恩，世袭勋诏，竟弑权骄纵，私台贱妾，纵容妾室，谋害正统血脉，败坏门风。着降职1级，罚俸3年。令官府明文撤条江莲平齐名分，将其打回贱籍，世代不得脱籍，永世不得翻身。外室女江怡剥夺嫡女名分，从沈家族谱中彻底除名，抹去其名号，归为私生庶出，永不续语。不，我是嫡女，我是侯府嫡女，不要抹掉我的名字。侯爷，接旨吧。皇上命你好好在家反省，咱家这就回宫复命。臣叩谢皇恩。侯爷，快来人啊！侯爷吐血了！快扶侯爷回卧房，快请大夫。从今日起，我娘便安置在此处，吃穿用度一切按正妻分例供给，不得刻薄。是，但必须严加看管，无我准许，不许她踏出这院门半步，免得她再出去说那些荒唐言论，招惹旁人笑话。气节，我的气节，清白。夫人，吃点粥吧，您都做了一早上了。风骨，沈家嫡女，风骨。侯爷现在躺在床上，有点手都起来了，谁还管咱们？趁着现在乱，能捞一点是一点。姑娘，这账目实在是混乱不堪。前些日子江氏母女只取了太多，现在到处都是亏空。这偌大的永宁侯府，最后竟处处透着衰败之气。再这样下去，永宁侯府怕是要败了。我们沈家世代军功累绩，不能让我败落了。我为何不能再缜密一点？没想到弹劾沈家的居然这么多。不行，若是侯府败落了，彝族听说我沈家没了，边关战事必定会再起。我必须得撑起这个侯府。去诉冬至入库的绸缎30笔，账上写着重度损耗，可我查了下人的进出记录，那日根本无人开库领要勋称。管事，这绸缎是长了腿，自己跑进你冲外的宅子里了。大小姐恕罪，那是弄错了。弄错了，那不如请管事好好说说，这30匹绸缎究竟是怎么弄错的？带进来。你们在后厨克扣伙食，在外头中饱私囊，真当这府里没主子了？老夫说，您是看着我长大的，当初被江氏母女赶出府，受苦了。从今天起，这库房和外院交由您全权打理。老奴定不负姑娘厚望。来人，将这些搬弄是非、贪图私利的奴才全部撵出去！沈家不养吃里扒外的人。饶命啊，什么？从今日起，侯府定下新规，奖罚分明，绝不徇私。这府里的风气该肃清了。是。老夫说，我需要你去帮我造势，侯府不能败落，所以我们需要重新回到大家的视野，尤其是皇上，要让他知道我们沈府还有用。是，小姐。你听说了吗？这永宁侯府原要败落了，是那沈大小姐以一己之力重振侯府。是的，我也听说了。我还听说我远在边关的堂兄说，前段时间彝族听说永宁侯府没落了，没有人能戍守边关了，本来要攻打边关的，听说侯府又重新振作了，才没有打起来。皇上，这永宁侯虽然沉溺于情爱，但却是有实干的。
听说那沈大小姐以一己之力重新振作了侯府，边关的异动都少了。来人，拟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永宁侯府嫡女沈梦深明大义，处事沉稳，于家族危难之际归正门风。据世家嫡女之风骨，特册封沈梦安平郡主，赐安平印信，手握侯府管理大权，全权处置府中一切大小事务。钦此。郡主接旨吧。皇上说了，这侯府交到您手里，才算没辱没了沈家的功勋。臣女谢主隆恩。参见安平郡主。郡主，这是顾家特意从江南寻来的暖玉，说最是养人，还请郡主莫要嫌弃。还说郡主气度非凡，果然是深藏不露，真叫人佩服。郡主，这些帖子都是求见的，连当初笑话咱们最凶的那几家，礼送的最重。都收下吧，告诉他们以前的事儿一笔勾销。毕竟侯府不能再树敌了。郡主，夜深了，您盯着窗外看了1、2个时辰了，在想什么？我想起西边那个漏雨的院子，雨水滴进脖子的滋味，蟑螂爬进衣领，老鼠在枕头边抢食的动静，更没忘那身粘在烂掉的皮肉上，撕都撕不下来的臭衣服。梦儿，人生在世要清心寡欲，名利是枷锁，气节才是命，不争不抢才是生存之道。我娘当年抱着那盆绿梅，叫我要有风骨，可我的风骨是靠牺牲这只脚去装马车换药箱钱才保住的。夫人她苦了郡主您。我听了她的话，一退再退。结果江莲母女把刀架在了我脖子上，同窗把脚踩在了我脸上。若我今日还守着那可笑的清高，可能早就没命了。如果我听了我娘的话，此刻我依旧困在那个阴暗潮湿的烂地里，我会穿着发臭的衣裳，任由江莲母女随意践踏拿捏。沈家的大小姐，不，我只会是一个永世不得翻身的活死人。夫人总是说退一步海阔天空，所以我从未后悔，哪怕背上忤逆的名声，我也要杀出一条生路。我娘说的对，气节是立身之本，可她这辈子都没明白气节这2个字到底长在什么地方。夫人的气节是指淡泊名利，舍弃自我的一切。胡说，气节从来不是在饿着肚子时，还不是风骨，那是愚昧，一无所有还空谈清白，那不是通透，那是自甘堕落的懦弱。郡主，宫里赏赐的东贡到了，内务府说一切全凭郡主定夺。按我定的新规下去发放。郡主，如今您衣食无忧，身居高位，这全京城的权贵哪个不称赞您？您再也不必委曲求生了。是啊。真正的风骨是身处泥泞，仍不丢底线，勇于去反抗这一切的不公。夫人，您还整天守着这盆烂木头看什么？当心吹散了您那最后一点风骨。你不懂，这盆煤是我留着看自己的。我是不懂。我只记得当初您花光了大姐儿攒下换琴弦的血汗银子，非要买回这么个玩意儿。大姐儿那天哭的嗓子都哑了，您倒好，满口的气节风骨。是啊，那时候我说绿梅傲雪比尘世间的虚名琴弦更珍贵。结果呢，梅花死了，大姐儿的心也凉了。当年人人都赞我人淡如菊，端庄大度，如今我只是一个被亲生女儿禁足，被世人唾弃，被自己蠢酷的疯妇。风骨碎了，清高也没了。我这辈子做过最蠢的事儿，竟然全是为了这老狮子名声。夫人，您当年何必呢？要是当初您稍微拦上一拦，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拦？嬷嬷，你觉得我是真的清高到不屑去拦吗？我不是真的清高，我从来都不是。当年得知在老爷外面养了姜那个外室，我这心里就像被人用钝刀子一寸寸绞烂了一样。我和他介绍成婚，举案齐眉，那些软语温存难不成都是假的？既然心疼，您当初为什么不哭不闹，非要端着那副大度的架子？因为我不敢闹，不敢哭，更不敢拦。我出身沈家，世代清流，清流二字既是荣光，也是锁链，规训是刻在骨子里的。嬷嬷，你忘了？世家夫人最要紧的是什么？是大度，是贤淑，是不妒不怨，是要能笑着容下丈夫的所有偏宠。只要我一旦争风气促，那便是善妒的泼妇，便是失了沈家的体统，丢了沈家祖辈的脸。我怕，我真的怕啊！我怕和老爷彻底撕破了脸，怕那点仅存的夫妻情分说断就断。我更怕被邻里街坊耻笑，怕那帮世家夫人们在背后嚼我的舌根，说我管不住丈夫。我还怕，我苦心经营了半辈子，才换来一个贤良大度的名声。我怕这名声只要我一松口，一转眼就毁个干净。所以你就亲手把江莲迎进府。
娘知道你还在恨我。恨，我只是觉得好笑。当年您在这侯府门前，当着全城百姓的面，那是何等的人淡如菊。老爷年少深情，我断不会做那等恶人。从今日起，江陵的孩子便是我的孩子，记在我名下，做嫡女。瞧瞧，这才是世家主母的气度。沈夫人真乃神人，这份风骨，当真是京城头一份。那时候听着那些掌声，您心里一定很受用吧？即便心里虚得发慌，也要装出一副傲视尘俗的模样。我那是为了保全沈家的名声，为了你是主母嫡女的体面。为了我，您是为了您自己，为了您那虚无缥缈的贤良名声，您拿我的命去填那个窟窿。那天我拦在门口，哭得嗓子都哑了。我求您看看我，我说娘，爹要我当庶女，娘，您不能答应。江陵母女在外败坏你我的名声，在府内想发生佛法的搓磨我。你享了这么多年福，也该让给你妹妹了。您牺牲我的尊荣，牺牲我的安稳，甚至牺牲我身为人的尊严，仅仅是为了换取一个侯府正妻大度的安稳位置。您以为您赢了名声，其实您只是输掉了做母亲的最后一点人性。后来江陵接管府邸，他们母女是怎样对我，您真的不知道吗？我以为，您以为，您眼睁睁看着我被赶去西边最破烂的院子，那屋顶是漏雨的，被褥是发霉的，那地方阴暗潮湿，到了夜里，老鼠蟑螂四处乱窜，就从我的脸上爬过去。当初我身上长疮溃烂，疼得在烂草席上打滚的时候，隔壁就是您的暖阁。娘，您是真的没听见我的哭声吗？我明明知道，我明明都看在眼里，可我不敢拦啊！不敢拦？您是堂堂正室主母，您怕江岩那个外贤？我怕他去你爹面前说我容不下人，我怕我苦苦维持了大半辈子的名声，在那一刻轰然倒塌，所以我只能对着你句说私事漏户，唯吾德馨。我告诉自己这是在磨练你的性子，我说我是为你好，其实我是不敢去反抗。您从未问过我疼不疼，更没问过我怕不怕。您只顾着抱紧您那盆绿梅，守着您那虚伪的虚名，看着我一寸寸坠入泥沼。有时候我真的很羡慕江怡，她们母女虽然心思恶毒，但江怡至少有个真心为她着想的母亲，而我的母亲装着人淡如菊，其实只是个自私虚伪冷漠的。纵使我不愿相信，其实我的母亲就是不爱我，她只爱她自己。这是我最后一次来看你，你就好自为之吧。梦儿，娘错了，娘错了！君主有令，这盆绿梅已经死透了，在这儿碍眼，挖了扔出去。梦儿，娘错了，娘错了。君主说了，以前的脏东西都得扔了，这冬青四季常青，比那娇气的梅花扎实。梦儿，娘错了，往后余生我会守着这株冬青，日日忏悔。我不盼你原谅，只盼你永远做那挺拔的冬青，不做我这株枯败的绿梅。我终于明白，真正的风骨是身处困顿，但仍坚守底线，敢于去反抗不公之事。枯梅已死，冬青常青，我这一生错了，可我的女儿终于对了。